男人递给男孩一张崭新的钞票，接着又从口袋取出一个网球。Yes, sir. 只见男孩来到一座监狱门前，用力挥舞着手中的球拍。就这样，网球进入囚犯们放风的场地。一身正气的狱警发现后，装作没看到，便转身离去。然而他前脚刚走，网球就被囚犯捡了起来。一个光头用小刀将其切开，里面正是他想要的违禁品。在这里，只要你有钱，坦克都能给你开来一辆。这个城市就是臭名昭著的金斯顿，方圆16公里却有7座监狱，而这7座监狱通通都归一个势力通天的男人掌管。他和弟弟麦克在这里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市长见了他们都得喊一声大哥。眼前这个男人因为自己的儿子在狱中被打，朝哥哥泰勒大吵大嚷。Who the fuck do you think you're talking to? In there. Yeah, you're fucking right. It's fine. 在两兄弟的管理下，这里更像是一个企业。他们跟黑帮合作，也跟业界大佬合作，甚至和联调局还有瓜葛。7座监狱为两兄弟赚得盆满钵满。这天，一个女人找上了门，她的丈夫麦洛是监狱里的一位大佬，此次前来是想让泰勒取回一笔赃款。随后，女人拿出一张带有赃款坐标的地图，并愿意用其中的一半作为辛苦费。有这种好生意，泰勒自然不会拒绝。他却不知道自己会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女人刚走出办公室，一个小卡勒咪便盯上了她。当天晚上，这个卡勒咪偷偷溜进女人的家。作为大佬的女人，自然不会惯着他毛病，可一枪未中就被对方压在身下，直接2炮子下去，女人就失去了意识。随后他开始搜刮屋内的财物，却在包里意外发现一张地图，联想到白天市长秘书出来打印的东西，这里必然藏着某些见不得人的宝物。此时的他已经被金钱蒙蔽了双眼。与此同时，麦克带着手下来到小树林，按照哥哥的指示来这里取回那笔赃款。回来后，他便将这笔巨款装进哥哥的保险柜。然而就在第2天早上，泰勒刚到办公室，就被人拿枪指住了脑袋。此人正是昨晚那个小卡勒咪。他问地图上藏的到底是什么？泰勒如实回答，是一笔20万的赃款。Being pretty agreeable. Well, I wouldn't die protecting my money. I'm sure it's not gonna die protecting someone else's. 随后他乖乖配合男人，打开了保险柜。本以为他拿了钱就会跑路，可下一秒，就这样，一代大佬在阴沟里翻了船。当弟弟麦克赶到后，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暗自发誓，绝不会让凶手登上法庭给他辩解的机会。男人正躺在沙发上吞云吐雾，可下一秒，全副武装的特警便将他团团包围。小卡勒咪没有任何反抗，这让特警有点难办，因为他们接到死命令，不能让他活着走出这个房间。队长只能使出老套路。Here's what you will do. Pick up the pistol. All right, good man. Point it toward the ceiling. Yeah. And bring the muzzle down slowly in my direction. Thank you. 小卡勒咪当场饮恨东北。原来就在刚刚，此人为了20万现金干掉了金斯顿的地下市长。麦克为了替哥哥报仇，才给特警下达了杀无赦的命令。现在哥哥已死，金斯顿地下市长的职位就落到了弟弟麦克身上，他成为了这个城市真正的掌权者。但麦克却并不开心，他不想踩着哥哥的尸体上位。随后他来到一间酒馆，用酒精麻醉自己。然而偏偏有那不长眼的小卡勒咪来打扰他。It's going to be a problem for you. 原来男人是那笔赃款主人的小弟。得知泰勒出事，他们猜测那笔钱一定在他弟弟麦克手里，于是派人过来威胁他交出赃款。Mom wants to blame us for this shit. Robin killed me sub from midnight. You understand? Everything my brother gave you, I can take away in an afternoon. Don't ever threaten me again. 与此同时，监狱里瘸腿帮的人又惹事了。他们仗着老大和麦克的交情为所欲为，现在竟然威胁到狱警的头上。新来的小黑可不管他瘸不瘸腿，掏出又黑又长的警棍，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毒打。过完了瘾，小黑直接一头撞向墙壁。做戏就要做全套。随后他趴到囚犯身下，当其他狱警赶到后，看到眼前这一幕，膀子都抡圆了，直接给囚犯打了个半身不遂。然而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此事传到麦克耳中，他认为对方是在挑衅自己的权威，看来哥哥给他们的特权，自己要往回收一收了。于是命令手下将瘸腿帮的人分开关押，以此削弱他们的势力，然后不定时的让其他帮派敲打他们。Every once in a while, it's nice to remind them they're the fucking prisoners, not us. 当天晚上，他来到哥哥的办公室，一把大火烧毁了所有痕迹。接下来，他要用自己的手段掌控这座城市。结果第2天，瘸腿帮老大就给他打来电话，对方是来兴师问罪的。Pull me off the fucking yard, huh? You trying to get me killed, motherfucker? On my fucking way. 麦克暴脾气瞬间上头，他打开保险柜取出武器装备，然后一脚油门踹到瘸腿帮地盘。From that fool man. Shit! 看到麦克动真格的，
瘸腿帮连话都不敢大声说一句。I was just trying to have a conversation. You starting to see the way we do things now? 由于上次他们拿到证据威胁狱警，麦克这次就是要让他们老实一点。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他们的行为触碰到自己的底线。老黑见状，连忙交出要挟狱警的证据，以此来换取和平。麦克见他还算上道，于是给监狱打去电话，让手下恢复对瘸腿帮成员的保护，然后在一众黑帮分子面前大摇大摆地驾车离开。然而当他回来后，2名联调局的探员找上门来。原来哥哥泰勒生前曾是他们的线人，现在哥哥出事，他们便盯上了接任地下市长的麦克。但麦克有自己的想法，他告诉探员：“我可以继续当你们的线人，但你们不可以插足这座城市的任何事务，也不可以对我指手画脚。” Fair enough. Great. Fuck out of my office. Be in touch. No doubt. 与此同时，被麦克一顿毒打的卡勒米来看自己的老大，此人正是那笔赃款的主人。看到手下既没拿回那笔钱，还被麦克一顿毒打，便知道这任地下市长和他哥哥不一样，想要对付他，得另寻他法。 Where's Iris? You. Send her. 画面一转，一位漂亮的金发妹接到电话， Why? Because I told you to. 果然漂亮的女人就像毒玫瑰，美丽又致命。与此同时，金斯敦居民区发生了一件大事。当警方赶到后，房子已经变成一座废墟，看到还有火种没有灭掉，消防员立刻取来灭火器。可当火苗熄灭的那一刻，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有另一半一起看。想谈恋爱的兄弟，是不是身边总遇不到满足你要求还对你心动的女生？去牵手啊！不怕提要求，要求越多，帮你找的越准。找对象就用牵手。 Fuck. What is it? Motherfucker. What is it? 那团火种正是大火中死掉的男孩。经过调查，这栋房子的主人名叫肯尼，5年前犯事锒铛入狱，如今刚刑满释放。他的前妻和孩子就惨遭不幸。 Seen around town with his ex-wife last couple of weeks. They were divorced in 2011. She got a 5-year-old kid. You don't know who the father was, but it's not Kenny. She was in Ohio up until a couple months ago. 于是众人断定，这是和他绝对脱不了干系。大人之间的恩怨扯上孩子，他们绝不会让这个畜生登上法庭有辩解的机会。总而言之，这个卡勒米必须得死。至于如何执行，还要看麦克这个地下市长的心情。 麦克告诉众人：“你们只需要把他抓进监狱，剩下的交给自己解决。”为了尽快将凶手捉拿归案，特警们连夜突袭了所有违法据点，并从他们口中得知肯尼的下落。警员们以雷霆手段闯入窝藏嫌疑人的据点，然而事情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他们击毙了所有据点人员，搜遍房间每一个角落，却还是没有发现肯尼的身影，还为此搭上一名警员的性命。与此同时，地下市长麦克正游走于2大帮派之间，想要在牢房里对肯尼下手，必然要搭上一个大人情。白人帮和瘸腿帮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We're in. We send that cracker our way. Beat the motherfucking soul out of him. 然而，就连他自己都没想到，特警队大规模出动都没有抓到的凶手，晚上竟然主动找到了麦克，还请求麦克让他帮自己。 Please. I'm choking you with this tire iron because I don't want to fucking touch you, you piece of shit. Fucking stupid. You're a fucking dead man. Do you know that? Everybody, I mean everybody, wants to kill you, including me. 不过麦克还是给了他一次辩解的机会。通过了解，原来那天居民区爆炸只是他操作失误，根本没有什么蓄意谋杀。但现在说啥都晚了，只要他被捕入狱，2大帮派的人就会抢着要自己这份人情。不出5分钟，肯尼就会死在牢里。念在他不是主动犯罪，麦克让他去警局自首，这样警方就会将他当作死刑犯保护性监禁，审判之前都会安稳地度过余生，这是对他最大程度的保护。然而当他来到警局自首时， Grab this motherfucker. Grab this motherfucker. I'm not resisting. Grab this motherfucker. 警员们看到是肯尼，并没有将他当作自首处理，而是直接将他送进监狱。因为无论是警员还是囚犯，都想要麦克这份人情。麦克也没想到事情会走到这步田地，不过现在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这边肯尼已经被送进大牢，不难想象，黑帮分子为了拿到人情，他的下场可想而知。 瘸腿帮率先找到麦克，想让他帮忙在里面行得方便。 Boys want some candy sent over. What? You're doing that cracker? No, I can't do that. They made a deal. 麦克表示人情归人情，但奖励不能由你们来挑。随后告诉老黑自己想好便会还他这份人情。这边刚离开瘸腿帮领地，麦克便接到白人帮老大的电话。 Move me to the top. Excuse me? I'm not asking. I'm telling you. Well, in that case, I'll be right there. 好家伙，
看来自己是给他们点好脸了。麦克一脚油门踹到白人帮地盘。Where is he? Oh. There's a top of the list, Pete. 皮特被吓了一大跳，他还以为是仇家找上了门。通过2人交谈得知，原来白人帮老大也是为了向他讨要人情，这让麦克有点恼火。他警告皮特 Hey, don't tell me. Come on. 自己堂堂金斯敦化世人，竟然被几个黑老大呼来唤去。麦克越想越气，于是找到监狱里的兄弟，他要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这里的老大。牢房里，瘸腿帮的人正蹲在马桶查看刚到手的白面。This is the second time. There will not be a third. The fuck? You got the wrong cell, cuz. 2个卡勒咪懵了，他们还不知道自己老大得罪了麦克，这次就是要给这些帮会成员一点颜色瞧瞧。随后狱警给他们立下规矩 Everything you have, I gave you. And now I'm taking it all back. Because you asked for more. 敲打完帮会成员，此事也告一段落。办公室里，一位漂亮的金发妹找到麦克。Mike? Yeah, I've seen. 女人开门见山，直言自己是麦洛派来的，因为上次赃款的事情害他哥哥殒命。这次金发妹是来当和事佬的。Yeah, how are you gonna do that? Well, you could fuck me. That make you happy? That Russian gangster sent a 20-year-old hooker come seduce me into something that is a benefit. 22. Yeah, get the fuck out of my office. 哥哥的死一直是他的梦魇，自己又怎么会因为一个女人跟间接害死他哥哥的人握手言和？但连麦克自己都不知道，日后他会为了这个女人大杀四方。由于金发妹没有完成麦洛交代的任务，麦洛的手下拿着锤子对他施以酷刑。然而这个小卡勒咪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惹了不该惹的人，隔着屏幕都感觉到那股钻心的疼痛。 Tell him I want to speak with him. He knows where to find me. 这个卡勒咪就是记吃不记打，把麦克让他不要打扰自己的话当成了耳边风。画面一转，无处可去的金发妹找到麦克，通过深入了解，得知女人是因为自己才被打成骨折，这让本就有些怜香惜玉的麦克更加恼火。很明显，对方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强迫自己加入他们的阵营，胆敢挑战自己的权威，纯就是活腻歪了。他叫来弟弟和局子里的兄弟，让他们带上警徽，然后大摇大摆地走进酒吧。 原来他叫人来是防止别人打扰他教训卡勒咪。随后麦克告诉他，别再给你老大传信了，除非你想在轮椅度过下半生。回来后，他从金发妹口中得知这些年的悲惨遭遇，妥妥就是一名失足少女，被黑老大胁迫着服侍各大高官。为了救她于水火之中，第2天麦克帮他申请进入证人保护计划。然而就在他们对金发妹取证时，牢房里的麦洛给他打来电话，并约他在公园见面。来到约定地点，一个女人拿着手机视频，画面那头正是黑老大麦洛。他想让麦克帮自己一个忙，事成之后就会放过金发妹，否则就让她生不如死。 可女人之后的举动让他震惊，麦洛竟然在他们体内植入了追踪器。原来对方把自己引出来，就是想趁这个空档对金发妹下手。他一脚油门踹回办公室，可里面的景象让他蒙圈了。2位联邦探员被灭口，金发妹也不知所踪。注意看，警方在偏远的郊区发现一辆被掩埋的校车，众人一头雾水。这种室内接送孩子的校车为何会在这里出现？为了一探究竟，警员们强行破开挡风玻璃，随着玻璃破碎，一股恶臭扑面而来。然而当警员下去查看时，里面的景象让他们这辈子都忘不了。校车里竟然有26具被麻袋装着的尸体，全都是失踪的受害者，手段之凶残令人发指。找到案发现场的是地下市长麦克，原来他为了救金发妹，向牢房里的麦洛妥协，并帮他找到了这辆校车。然而当他看到这么多的受害者，才知道自己已经落入了圈套，连调局很快便会接手这里，到时他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可即便是这样，麦洛也没放过金发妹，他让手下将其送到了白人帮老大手里。看到这么漂亮的小姐姐，皮特立刻带着一众手下将她推进屋内。不知过了多久，金发妹彻底失去了意识。Tell her. To who? She's ruined. 为了压榨他最后一点利用价值，这帮禽兽竟然要将他卖给贫民窟。经过一番梳妆打扮，除了身上的淤青和呆滞的目光，几乎和之前一模一样。贫民窟的小卡勒咪见到十分满意，直接将金发妹打包带走。可以想象，等待他的将是何种悲惨的遭遇。然而，就当小卡勒咪返回贫民窟时，路上却遇到施工维修，没办法，他们只能从瘸腿帮的地盘绕行。但2个帮会处于敌对状态，瘸腿帮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他们立刻追上贫民窟的卡勒咪，掏出阿卡47就是一顿突突。一车的人只有金发妹侥幸逃过一劫。与此同时，瘸腿帮老大给麦克打来电话。
For what? The house don't belong to you. I didn't know it belongs to me. She says so. 麦克迅速赶到瘸腿帮领地，找到了遍体鳞伤的金发妹。You want to come with me? Okay, come on. 这次麦克是真的怒了，他带着金发妹一脚油门踹倒白人帮。 No. When he comes out, just tell me if you did it, okay? It was him. Yeah? It was him. That's him? Yeah. All right. 地下市长也有铁汉柔情的一面，麦克竟然为了一个女人主动出手灭掉了白人帮。接着他将金发妹带到荒郊野外，取出了体内的追踪器，然后把她带到自己的林中小屋。此事也暂且告一段落。但身为地下市长的麻烦却层出不穷。当天晚上，麦克的弟弟走进一家披萨店，碰到一个神情慌张又哆哆嗦嗦的男人。此人一看就是深受毒害的瘾君子，他一时拿不定主意，便打给哥哥麦克。 Toss him. 然而正是这次行动，差点就毁掉他布置多年的警队人脉。 这下事情搞大了，由于两人未亮明警员身份，导致出现严重的执法事故。麦克得知此事，立即赶到现场。他向店员简单了解了情况，那边却吵了起来。负责案件的警官表示，两人没有按照流程执法，造成了人员伤亡。麦克知道，如果处理不好，两个兄弟都得被送进法庭。他通过了解，得知披萨店老板曾因贩卖白面蹲了7年，而且这样的人几乎没有改过自新的。一个小小的披萨店如何能满足他的胃口？理清了思路，麦克找到负责案件的警官，他要把这起枪击事件改成缉毒行动。那个毒虫和老板的案底就是最有力的证据，但前提是必须在死者身上发现白面。 Sure, let's simplify matters. What'd you from that angle? 随后他走进披萨店，叫来勘察现场的警务人员。麦克让他拿几包白面放在死者身上，再想办法让那个毒虫开口拿到我想要的口供。他们也不想把事情闹大，而且地下市长的面子他也不得不给。就这样，一次严重的执法事故被麦克完美解决，也保下了自己在警队的中坚力量。但麻烦事还远不止这些，为他盈利的7座监狱竟然发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暴乱。 他们救出了黑老大脉络，随后在他的指引下，众人来到武器库。这下事情搞大了。他们来到值班室，警员们正在呼叫快速反应部队。不料值班室的钥匙就在囚犯手中。打开大门，2名警卫当场饮恨东北。牢房里的犯人们听到枪声也躁动起来，和看守他们的狱警爆发了激烈冲突。这下整个监区彻底乱套，平日里高高在上的狱警被他们疯狂殴打。 其他监区的狱警收到信息，立刻前往支援。今天他们要好好教训一下这群卡勒咪。此时持枪的囚犯已经赶到另一座控制室，凭借手里的万能钥匙大杀四方。现在局面已经完全失控，全副武装的狱警冲进发生叛乱的监区，不料囚犯的火力凶猛，打得他们连连后退，在走廊里被包了饺子。 一瞬间，狱警小队就被团灭，侥幸存活的也被他们通通俘虏，仅剩的几个守卫还在负隅顽抗，无奈对方人数众多，根本抵抗不了多久。就这样，最后一个武器库也被他们占领。囚犯们来到放风的操场庆祝自由，城墙上的警卫对他们不断射击，一伙卡勒咪想上来将他干掉。 可即便是这样，这位神枪手也无力回天。看着下方叛乱的犯人和死去的同事，他眼里只有无尽的绝望。与此同时，地下市长麦克得知此事也懵了。母亲给他打来电话，因为他的弟弟还在里面值班。照目前这个形势来看，弟弟的处境十分危险。麦克直接一脚油门踹到监狱门口。此时这里已经布满了警察。他找到特战队长，说明了弟弟的情况。地下市长的面子他必须得给。随即让手下恢复监区的信号。麦克成功联系到弟弟，得到他的位置。队长立刻带着手下前去营救。他们在操场俘虏了36名狱警，积压多年的怨气在这一刻通通得到释放。囚犯们毫无章法，随意射杀人质。麦克看到这一幕，开始担心起弟弟的安危。此时弟弟正和同事藏在某个角落，可他们不小心弄出声音，被巡逻的囚犯发现。关键时刻，好在特战队及时出现，凭借精准的枪法团灭一众卡勒咪，救出了麦克的弟弟。与此同时，州长派出附近的军队，并下达最后通牒：如果局势超出掌控，便会对监狱展开大清洗。麦克自然不会让他们毁了自己的心血，随即便穿上防弹衣走进监狱大门。看到是麦克，囚犯们对他还算客气，毕竟作为地下市长，这点面子还是有的。带头闹事的头目跟麦克解释发生这一切的原因。 I ain't never getting out this motherfucker. Down here, Mike. Can't control it.
But you know what I can't control? I can control how I die. Make me eat my own shit. Take the letters I write my daughter. Wipe their asses with them and fucking give them back. These motherfuckers. Wake up every morning, figuring out new ways to give us hell. And go to sleep doing more of the same. It's time to grow. 原来头目压根就没想活着出去，他要用自己的生命给这个世界好好上一课。随后便大步流星走到俘虏的警卫面前。然而一切都晚了，士兵们发现人质被射杀，立即对操场的囚犯展开无差别射击，场面瞬间陷入一片混乱。强大的火力将囚犯打回牢房，却迎面撞见营救麦克弟弟的特战队，一群卡勒咪被他们打得溃不成军。麦克最不想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短短几分钟，操场上就堆满了尸体，监狱的控制权成功夺了回来。剩下的囚犯纷纷跪在地上放弃抵抗。然而谁都没注意到，罪大恶极的麦洛换上了狱警制服，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这里。这也预示着下一季这个超级大反派将会重新出现在观众面前。